俄罗斯现在的后勤到底有多烂？乌克兰国防部长米费罗多夫宣布，乌克兰将启动新的后勤封锁计划，通过扩大中程打击范围削弱俄军的进攻能力。注意重点，新的。那火力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此之前，乌军就已经开始封锁俄军后勤，并且战果颇丰？那么，从2022年到现在，俄军的后勤到底是越打越好，还是越打越差？乌军新的后勤封锁计划到底对战场会产生什么影响？打仗这事儿，外行看火力，内行看后勤。乌克兰算是把这句话给玩明白了，打算盯着俄罗斯防线后方30到180公里的战役纵深往死里炸。不管俄军运的是炮弹、燃油还是红菜汤，只要是带4个轮子的，通通给扬了，从源头上掐断俄军步兵的持续进攻能力。为了搞成这件事儿，乌克兰下了血本。以前买个装备，层层打报告，盖几10个章，等前线拿到手，黄花菜都凉了。现在乌克兰国防部直接开启双阶段搞钱模式。第一阶段，军方紧急凑了50亿格里夫纳，大概也就是1.2亿美元的专项资金。你以为这钱要拨给采购部门？不错，这笔钱直接打到了前线最具战斗力的主力旅账上。通过他们自己搞的数字化系统，直接在手机上找个国内的军工企业下单，需要什么参数的无人机直接定制，主打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第二阶段就更绝了，全面推行集中公开招标。把那些中程打击系统的采购全部搬到了国家公共采购平台上，一切都在阳光下进行，用市场竞争把生产成本打了下来，还最大程度堵住了有人想吃回扣的嘴。不仅有钱，还得有政策配合。5月28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拍板通过法案，只要是面向军方供应的地面机器人系统，进口增值税全部免除，这就给乌克兰本土大规模量产无人装备扫清了财务障碍。不仅如此，乌克兰国防部在5月中旬还一口气招标采购了整整5000辆皮卡车。在乌克兰战场上，皮卡这东西那可是神器，装上机枪就是步兵战车，拉上无人机就是移动发射阵地，同时还顺手签了一笔创纪录的155毫米长城火炮弹药合同。乌克兰军工企业也没闲着，他们自己捣鼓出来的250公斤级精确制导滑翔炸弹，在5月中旬正式拿出来实战了。这下乌克兰空军爽了，不用再冒着被击落的风险飞到俄军头顶上扔炸弹，直接在俄罗斯防空导弹的射程之外把炸弹扔出去，自己滑翔找目标。有了钱，有了政策，武器那还不是随便搞。乌克兰现在的几款明星装备都能将俄军吊起来打，比如代号大黄蜂的无人机，这是美国和乌克兰联合开发的好东西，射程拉到了150公里。什么概念？足够从前线直接飞到俄军大后方的补给基地里逛一圈。它带有实时视频图传，与全天候夜视锁定功能，还集成了星链终端，具有自主目标锁定功能。更离谱的是，这玩意儿便宜，单机成本才5000到1万美元。现在大黄蜂每天的任务就是全天候在占领区的公路上巡逻，看到俄军的燃油重卡和弹药车，直接一头撞上去，没撞到不亏，撞到了血赚。还有专属于第412复仇女神旅的秘密打击之翼，这款无人机主攻长城战役纵深突防，带自主红外和微光巡标，具体长什么样，参数多少，乌克兰没公开，但据说这是找国内制造商定制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抗干扰，专门适用那种重度电磁屏蔽的环境，唯一的目标就是封锁2280公路，逼着俄军重型车辆不敢走大路，只能去泥泞的野战土路里打滚。第三个狠角色则是第475突击团等技术分队，手里的自主追踪中程无人机，带有人工智能的边缘计算视觉制导。火力军翻译一下，就是他在天上飞的时候，就算俄军把 GPS 信号全给屏蔽了，甚至实施了强烈的电磁干扰，他也不怕。他自己带的电脑认识目标长什么样，通过光学锁定咬住对方不放，专门用来猎杀俄军那些带有电子战设备的越野车。最后就是 FP1 和 FP2 自杀式无人机，这就是拿低成本民用级别的无人机爆改的，2个弹头或者非制导火箭弹，专门在战术前沿和近后方搞事情。看到俄军停在公路边的移动防空雷达或者指挥哨所，直接一波带走。大家可能觉得就凭这几只小飞机不能封锁俄罗斯后勤，那就有点太小看乌克兰了。2280公路现状就是最直接的证据。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南部之后，后勤就成了一个问题。克里米亚大桥3天2头挨炸，根本没办法保证绝对的安全。于是俄罗斯当局一拍脑门，决定把后勤重心全部转移到南线的陆地走廊上，也就是2280公路，西边连着 M14 和 H20 公路，从俄罗斯本土的罗斯托夫出发，穿过马里乌波尔，一路往西延伸到别尔江斯克和梅利托波尔。这是俄军维系扎波罗热战线以及克里米亚物资供应的生命线。
俄罗斯花了大价钱拓宽这条路，本指望他为前线输送物资，结果呢，卡车被干飞了上百辆。根据开源情报组织的统计，仅仅在5月的前3个星期，就在这条生命线沿线被确认并定位的重型卡车和油罐车残骸就至少有60辆。这还只是能被卫星和视频拍到的，加上没拍到的，数字近百不是梦。更惨的是，在顿涅茨克到马里乌波尔的路段，有30辆重型卡车的残骸根本没法拖走。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路段上，也有至少15辆被烧成铁架子的卡车堵在路中间，双向交通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整个乌克兰南部战区，因为乌军能够达到防线150公里以外的深度，累计被摧毁的各种物流车辆已经超过了125辆。面对这种离谱的战损，俄罗斯扶植的赫尔松占领区负责人萨尔多直接绷不住了，在5月下旬签发了一道紧急限制令，禁止一切普通商业性质的重型卡车往克里米亚方向开。虽然这禁令表面上说军用补给、特种货物和医药燃料可以照常通行，但事实是整个公路运输链条已经实质性停摆。俄军司机也不傻，知道大路走不通，就想去钻树林、走田间小路。结果乌克兰的无人机全天候侦察和自主搜寻，不管俄军运输车躲在哪个山沟里，都能揪出来干掉。这条公路被掐断，最先倒霉的就是克里米亚半岛，因为油罐车根本过不来。塞瓦斯托波尔的占领当局不得不对民众和部分商业运输实施极其严厉的燃料配额管理。克里米亚最大的燃油零售网络 TES 直接被下达了死命令，单次加油额度不能超过20升。这是开战以来克里米亚面临的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事儿带来的心理恐慌比没油更可怕。俄罗斯那些卡车司机在社交群里已经炸锅了，因为他们发现乌克兰的大黄蜂无人机不炸私家车，也不炸民用大巴，专门盯着密闭的半挂车、重型货车和油罐车炸。在拿不到几倍甚至10几倍危险津贴的情况下，大批俄罗斯民间承运商直接罢工，给多少钱都不去。谁愿意开着移动的炸药包上路呢？俄方现在急得焦头烂额，开始考虑在几百公里的公路沿线架设巨大的防抛网和防爆网，还要抽调极其稀缺的野战防空火力，与步兵去护送卡车。如此一来，后勤速度不仅变成龟速，还分散了前线的防空兵力，可以说是一招做满盘皆输。顺带一提，乌克兰这套打法正在对整个战局产生不可逆的影响。简单来说，影响分3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打后勤就是打火炮，这是乌军无人机部队悟出的最高真谛。俄军的重炮阵地防守严密，你想用昂贵的导弹去炸毁一门炮，成本太高，还不一定成功，那怎么办？把思路打开，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一门炮要想开火，必须得有卡车给它运炮弹。乌军直接用几千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去炸毁运炮弹的卡车，结果就是火炮完好无损，炮兵也活蹦乱跳，但就是没有一发炮弹能打出去。前线那些火炮和多管火箭炮成了生锈的铁管子。第二个维度则是俄军攻势的急剧放缓和伤亡暴增。乌克兰国防部后台的数据显示，俄军后勤被炸得越狠，前线步兵发起冲锋的次数就越少。这不是他们不想打，是实在没有条件打。因为装甲车、重炮和给养送不上来，前线的俄军指挥官为了完成任务，只能硬着头皮让步兵在没有装甲掩护的情况下去进行散兵渗透和高密度的肉搏战，这完全就是拿人命去填。在2025年10月的时候，俄军每往前推1平方公里，大概要死伤67个人。到了2026年4月，因为后勤拉胯，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了179人。现在的俄军每个月稳定要阵亡和重伤3万到5万人，这种失血速度，俄罗斯国内的动员体系已经扛不住了。新兵还没练熟就送上去当炮灰，填补不了这个大窟窿。第3个维度就是重塑战场形态。过去这2年，因为满天都是无人机，前线20公里以内成了死亡地带，谁开装甲车谁死，大家只能蹲在战壕里打呆仗。但是现在，乌军通过这种中程打击，把俄军的炮兵弹药和反无人机装备给切断了，局部的平衡瞬间被打破。在奥列克桑德里夫卡方向，乌军竟然直接开着机械化装甲编队嵌入了俄军阵地后方19公里的纵深。这说明什么？只要把俄军的后勤锤烂，防空和火力压制网就会出现漏洞，乌军就能重新把装甲机动战给玩起来。俄军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乌军的打击之外，俄罗斯自己也有很大的问题，这是祖传缺陷。从2022年乌俄战争爆发到现在，俄罗斯的后勤表现完全可以用魔幻来形容。从一开始的僵化崩溃，到中间勉强修补，再到现在被乌军精确打击打回原形，可以说是步步踩雷。在2022年闪电战阶段，俄罗斯总参谋部做出了极其离谱的战略误判，以为几天就能在基辅阅兵，根本没准备高强度的后勤体系，
俄军的后勤骨子里是有先天缺陷的，他们是一支极其依赖铁路的军队。俄罗斯拥有庞大的铁道兵力与几万辆平板车，只要在铁路线附近，他们的补给不用担心。一旦离开了国内的宽轨铁路网，需要用卡车进行越野配送的时候，他们的后勤效率就会发生断崖式的下跌。当时基辅方向的铁路线被乌军切断，俄军的卡车只能在公路上排队，因为卡车数量严重不足，加上缺乏现场的士官调度，直接在公路上堵出了几十公里的死亡车龙。更离谱的是，有些卡车司机竟然在白俄罗斯边境提前把军用燃油给卖了，导致前线坦克没油，无线电没电，等于给乌军送战机。到了2023年到2024年的阵地战阶段，俄军吃够了苦头，学聪明了一点，把部队缩回堑壕里，不搞高机动的装甲穿插了，降低了对卡车越野补给的需求。同时，为了避免乌军的海马斯火箭炮点名，他们还把大型弹药库全部拆散，把弹药和燃油藏在民房或商场里。这期间，俄罗斯还砸了118亿美元，在占领区修建铁路、港口以及所谓的高速路网，试图减轻对克什大桥的依赖。但到了2025年和2026年，随着乌克兰武器装备的技术迭代，俄军的后勤再次遭遇降维打击。花几百亿美元修了铁路和公路，在乌克兰单向透明的战场情报下，完全暴露无遗。只要卡车敢上路，就是活靶子。俄军花了3年，可以说是越治越差，病情彻底恶化。而之所以这么拉胯，表面上看是缺卡车、缺防空，但往深了挖，这其实是体制和腐败惹的祸。第一个问题，俄军单位配的卡车比例极低，只有美军的1/3，但他们的大炮数量却是美军的3倍。这意味着有限的卡车必须在临时卸货点和前线之间疯狂折返跑，一旦补给距离超过145公里，卡车的周转效率就会暴跌。要是超过290公里，单日吞吐量直接缩水66%，根本喂不饱前线的坦克。第二个问题，指挥极度僵化，缺乏职业士官阶层，俄军的调度大权全都捏在莫斯科总参谋部或者军区大佬的手里。一旦遇到电磁干扰或者通讯中断，现场的指挥官连改变路线的权利都没有，只能干瞪眼。俄军也缺乏北约那种拥有高度专业后勤素养的军师长去管理现场，底层的士兵就是纯纯的牛马，士气低落，老兵欺负新兵，军官更是雁过拔毛，层层克扣物资拿去黑市变卖，这后勤能好才怪了。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那就是系统性腐败。俄罗斯的国防采购可以说是贪污的天堂。举个最搞笑的例子，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在沉没之前，内部官员竟然贪污了6.92亿卢布的导弹防御升级款，结果被乌军2发反舰导弹直接送去了海底。还有更离谱的，俄军曾经高调宣布向动员兵交付了30万套先进的勇士防弹衣，结果动员兵到了前线一看，连个防弹插板都没有。那这30万套防弹衣全被人在俄罗斯国内的二手电商平台上公开倒卖了，官方采购价190美元，他们挂在网上卖640美元，赚差价赚到自己人头上，这操作火力军都看傻了。至于俄罗斯铁路公司这种国家垄断企业，内部更是烂透了，运力寻租不仅泄露了军事机密，还严重拖累了国内的正常经济运转。面对这么大的烂摊子，俄罗斯能解决吗？火力军的结论是，不仅短期内解决不了，甚至连翻盘的希望都没有。俄罗斯的重工业和铁路运输高度依赖美欧的高精度滚珠轴承、机车微电子元件以及高级润滑油添加剂，现在被全面制裁，俄罗斯自己根本造不出来，卡车和火车的故障率直线上升，坏了都没地方修。其次是没钱，仗打到现在，俄罗斯的主权财富基金早就见底了，甚至开始抛售黄金储备，国内经济被高昂的战争税搞得死气沉沉，没有技术，没有资本，想升级现代化的物流体系完全是做梦。兵员素质也拉胯，俄罗斯计划把兵力扩充到150万，但招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全是不懂现代技术的动员兵，他们根本操作不了复杂的自动化后勤系统，只能靠人力搬运，这就注定了俄军的后勤无法脱离铁路轴线的束缚。相比之下，乌克兰这边就好了一点，在本土工业接连遇袭的情况下，乌克兰用的是混合后勤体系，抛弃了俄军那种建大型仓库的死板套路，把整个补给网络完全碎片化。普通的民用面包车装上油罐和高压泵，在公路上跑起来跟送快递的一模一样。俄军的无人机在天上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军车，哪个是民用车。一线作战单位想要什么零件，直接掏出手机，通过数字终端向后方下单，响应速度极快。更重要的是，乌克兰现在已经全面接入了北约的物流标准，引进了数字条码系统。乌军现在手里有100多种不同国家的武器平台，弹药口径五花八门，后勤不行的话早就崩溃了。但乌克兰通过智能化标签管理，把这些万国牌武器安排得明明白白。
此外，乌克兰背后还站着整个北约的后勤网络，在波兰等国家设立了大量的后勤势能节点，物资被高度分散、分流配置。俄军就算有导弹，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物理节点一锅端。这种跨国协作网络的抗打击能力，俄罗斯想学也学不会。总的来说，这场后勤封锁战不仅仅是无人机、炸卡车的战术层面对决，更是两种体制的对战。俄罗斯僵化的铁路军团，在乌克兰敏捷、数字化、分布式的有机后勤面前根本不够看。只要乌军把这套封锁计划持续推进下去，这场战争的天平必将发生根本性的倾斜。俄罗斯就算修再多的铁路，也不过是给乌克兰的无人机提供更多的高级靶标罢了。火力军觉得，接下来的半年，俄军将面临比当前更难的困境，我们拭目以待。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军后勤还能变多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